小堂弟顽劣，爱往我车上扔鞭炮。过年期间我补了4次胎，叔婶笑说跟孩子计较什么。我灵机一动，把车位让给临时停车的卡宴车主。小堂弟扔鞭炮，正好点燃油箱，砰一声巨响，卡宴炸了。我在阳台窗户目睹了全程。小堂弟塞了几个二踢脚到车后排座下面，引燃后跑开。二踢脚的威力远比想象的大，又正好炸到油箱，砰的一声，卡宴后面冒出浓烟，一簇小火苗渐渐演变成大火。我手心冒汗，正要下去救火，幸好物业及时赶到，用灭火器喷灭。灭火后，卡宴已经烧得面目全非。好消息是没有人员伤亡，周边车辆也没有被引燃。小堂弟在刚起火时就逃跑了，跑进我们这栋单元楼。我看到物业录了视频证据，正在核实车辆信息。被烧的保时捷卡宴停在我的车位上，所以他们应该很快会上门询问。我回头看向客厅，小堂弟的爸妈、我的叔叔和婶婶正在刷短视频大笑。我爸妈在厨房忙着做菜，谁都没有注意到这场事故。小堂弟跑回来了，小眼睛滴溜溜地扫了一遍所有人。他估计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不敢出声，悄悄挪到客厅一角，掏出兜里的二踢脚，全都扔进垃圾桶里，销毁证据。我等他走后，赶紧用隔热材料包起垃圾，消除安全隐患。小堂弟坐在沙发上，安静如鸡。我看着他那怂样，又好气又好笑。我那破车不值钱，他扔鞭炮炸车的时候没人管，但他炸了保时捷卡宴，能把叔婶下半辈子赔进去。父母教不好的孩子，会有别人替他们教。我年前刚买一台二手丰田，我爸说刚提的车应该放鞭炮庆祝一下，被我拒绝。这是我们这的习俗，提新车要在周围铺一圈鞭炮，噼里啪啦点燃，寓意红红火火，消灾转运。当然，这习俗太危险，现在已经不提倡了。而且，我们家住的小区虽然老旧，却时常会停放几辆豪车。我的车要放炮庆祝，有点丢人。当时叔婶一家来做客，这话被小堂弟听进去了。从此，他就爱点燃鞭炮往我车上扔。要是被我抓住，他就笑嘻嘻地说是为我的车庆祝。叔叔婶婶听了，笑着说：“大宝怪有礼貌，知道帮堂哥庆祝提了新车。这孩子从小聪明，还记着他大伯的话呢。”这话就是祸水东引，指责我爸才是罪魁祸首。小堂弟只是好心而已，我没法向小堂弟追责，只能自认倒霉。过年期间，我光补胎就补了4次，还有被鞭炮破坏的车漆要喷。今天叔婶一家又来做客，我远远看见小堂弟掏出几个二踢脚向我示威，完蛋，他肯定又要作妖。我趁他们上楼，赶紧去把我的车开走。这是我家买的车位，我的车常年停放在这里。我准备临时把车停到隔壁商场去，虽然要多交点停车费，总好过被熊孩子糟蹋。我刚发动车子，一辆崭新的保时捷卡宴从我面前开过。这是卡宴开的第2圈了，他好像是在找停车位，可是地面上的车位都满了。我灵机一动，虽说在我看来，二手丰田和保时捷卡宴外形有云泥之别，但都是黑色4个轮，小堂弟分不出来，他就只认识我的停车位。就算我能躲过这一次，以后还会有无数次，干脆这次狠狠地给他个教训。我摇下车窗，叫住卡宴车主，说我要出门了，这个车位正好可以让给他。卡宴车主高兴地接受了车位，稳稳停进去。我开出小区时，暗暗祈祷卡宴车主买了车损险。我以为小堂弟最多炸坏轮胎车漆什么的，没有料到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。我内心也有些紧张，手足无措地坐在餐桌旁。思来想去，这场事故怎么也算不到我的头上，这才稍微放松下来。我爸妈忙活了一上午，做了一大桌子菜。我妈端上一盘清蒸大黄鱼，笑着说马上就可以开饭了。说完又去厨房准备水果拼盘。叔叔放下手机，一筷子夹走鱼肚腩，吧唧吧唧吃了。我微微皱眉，我们2家关系虽近，他们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。叔叔是我爸的亲弟弟，按理说长兄还没落座，桌上不能有人动筷子。叔叔婶婶都是本地人，知道规矩，还是无所顾忌的大吃起来。等到我爸妈脱了围裙上桌，所有的菜都被翻了一个底朝天。叔叔婶婶这是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我们大宝爱吃虾，来多吃点。婶婶夹起蒜蓉开背虾，一共12只，全都夹到小堂弟碗里。小堂弟吃得满嘴流油，把刚刚闯的祸抛到脑后。他叫道：“我还要吃鱿鱼，都是我的。”他又抓起一盘鱿鱼，一股脑倒进碗里。我爸无奈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哎呦，你哪吃得了那么多啊？你堂哥也爱吃，给他留点吧。”小堂弟哼了一声：“我吃不了就倒掉，就不给他吃。”我爸妈脸色微变，叔叔赶紧打圆场：“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哈，我们大宝最懂事了，跟他哥哥开玩笑呢，是不是啊大宝？来跟哥哥笑一下。”小堂弟扯着眼角冲我做了个鬼脸，不断吐舌头。我在桌下的手攥紧了拳头。
我妈按住我的手，摇了摇头，暗示我忍忍算了。我叔叔婶婶中年得子，对小堂弟无限溺爱，把他惯坏了。他从小顽劣，用我们当地的话说就是爱发邪，讨人厌。他还是婴儿时，叔婶带他去任何公共场合，他都要大哭大闹，不闹到回家不算完。别人说他，婶婶就翻脸，说所有小孩都这样。小堂弟长大一点后，我们去叔婶家拜访，小堂弟就拿着根竹竿赶人，一边赶一边叫：“穷鬼快滚，别来我家，穷鬼快滚！”我心想，小孩哪有贫富的概念呢？叔叔到底在背后蛐蛐我们什么？但每次问我爸，他只是摇头叹气。因为小堂弟不让我们去他家，叔婶一家就来我家拜年。我爸妈每年都郑重其事地准备一桌子菜，小堂弟把自己爱吃的菜糟蹋完了，从不考虑别人。今年更是变本加厉，爱用鞭炮炸我的车，我的忍耐快要到极限了。偏偏我爸妈性格比较包子，说亲戚之间要和睦，对他们一味忍让。我呼出一口气，正要伸出筷子夹菜，叮铃铃铃铃，一阵急促的门铃响起，物业的人到了。我去开门，门外站着3名物业工作人员，2名穿制服的小区保安，5个人浩浩荡荡堵在我家门前。为首的是物业经理，是个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。他探头问道：“楼下从1单元左数第3个车位，是你们家的吗？我看登记在503户。”我说是。我爸妈听到动静都过来，叔叔婶婶仍在事不关己的吃饭。是我们家的停车位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物业经理说，刚才发生一起车辆燃烧事故，你家车位上的车油箱爆炸起火，现在火势已被扑灭，需要车主确认车辆损失。我爸妈大惊，什么？我们家车烧起来了？什么原因导致的？我们家这是新买的车，不可能自燃的，物业可能是被鞭炮引燃的。我们录了车辆燃烧的视频，正在调小区监控找嫌疑人。听到是鞭炮引燃，我爸妈齐刷刷看向小堂弟。这回叔叔和婶婶不淡定了，放下筷子。我妈试探性地问：“侄儿啊，你没在哥哥车位放鞭炮吧？”婶婶重重一拍桌子，劈头盖脸一顿输出：“大嫂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们家大宝最乖了，从不调皮捣蛋。你啥证据都没有，张口就冤枉我们家大宝，快给大宝道歉！”与婶婶的强硬形成对比，小堂弟一直盯着地面不吭声。叔叔舔着笑脸走过来：“哥，嫂子，先别生气，不是说正在调监控吗？我们等等看，绝对不是我家孩子，我已经教育过他了，他保证不再犯。今天出门他也没带鞭炮。”叔叔象征性地摸了摸小堂弟的口袋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我爸抹了把脸：“当然了，大宝懂事，不会闯这么大祸。你嫂子性急，多问了一句，你们多担待。”婶婶趾高气扬的一瞪眼，冲我妈吼：“听见没？还不快给大宝道歉！”我转身去把垃圾袋拎过来，掏出2踢脚摆在地板上。弟弟口袋里的鞭炮，我猜你们在找这个。刚才我看见弟弟着急忙慌地跑进门，把兜里的鞭炮都扔进垃圾桶了。我说完，抬头直视叔叔婶婶。叔叔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，婶婶面色一白。小堂弟突然高声尖叫起来：“那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！穷鬼冤枉我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！”他尖叫着冲过来，使劲踹我的腿。见我被打，我妈怒火中烧。她性格一向软弱，此时却化身女赛亚人。她一把抓住小堂弟的胳膊，把他甩出半米远。再打我儿子试试！小堂弟大声哭闹，喊好疼好疼。婶婶双眼充血，一个箭步挡在小堂弟身前：“你敢动我的大宝，我要告你们虐待儿童！”家里的气氛顿时剑拔弩张。物业经理及时干预：“都别闹了，监控传过来了。”物业经理用手机下载好监控视频，所有人都围上去看。这是单元楼左侧的摄像头拍摄的监控视频。视频中有一排车辆，保时捷卡宴被旁边的车完全挡住了，看不到卡宴，只能辨认出我的车位。画面中清晰地出现一个人影。我们屏住呼吸仔细看，只见小堂弟鬼鬼祟祟地走到车位后面，他左右看看，确保四下无人，然后往车后排座下面塞了好几个2踢脚。他弯腰点燃，迅速跑开。之后就跟我在阳台窗户里看到的一样，车辆砰的一声冒出浓烟，随后徐徐燃烧。我爸妈刚刚听说车辆燃烧时并没有实感，现在亲眼看到火烧的惨状，我爸不禁冒出冷汗，我妈也惊恐地捂住嘴。我想看看叔叔婶婶是什么反应，却见婶婶早早退出，此时正坐在沙发上拍着小堂弟的后背安抚。她哄小堂弟说：“不哭不哭，他们都在吓唬人呢。我们大宝一直待在妈妈身边，哪儿也没去。他们在冤枉你，妈妈就打死他们。”小堂弟挥舞着一双拳头：“打死他们，打死他们！我不可置信。现在铁证如山，婶婶竟然选择掩耳盗铃。他以为能任由小堂弟为非作歹到什么时候呢？”我刚才目睹事故发生时出了一身冷汗，现在我反而有点庆幸，毕竟我没有财产损失。
这次事故将会彻底揭开叔婶的真实嘴脸。叔叔紧张地问物业经理：“周围的车有受损吗？”“没有，只有你们车位上的车烧了。”叔叔长舒一口气，如释重负。我爸急着要下楼：“让一让，我们下去看看车子。”叔叔拉住我爸胳膊，着急地辩解说：“咱先说好，大宝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个孩子。”我爸瞪大双眼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推卸责任？肯定要叫保险公司来定损了，一切走程序。”我爸顾及叔叔情面，不把丑话说破。我可不惯着他，我当着物业保安所有人的面，抑扬顿挫地说：“呵呵，弟弟天天用鞭炮炸我车，光过年期间我就补了4次胎，他就盯着我的车位炸，还说不是故意的。这回翻车了吧？我看这烂摊子，你俩怎么收拾？”叔叔怒视我，食指指着我鼻子：“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哥嫂子，不是我说，这孩子真得好好教育下了，没大没小。你们要是买了车损险，当然可以报了，没买就算你们倒霉。”我爸拉住我，叫我少说2句。但是小堂弟放鞭炮炸了车，叔叔婶婶还是这副不屑一顾的态度，我的老实人爸妈也气不过，摆起冷脸。物业和保安本来是公事公办，一看有大瓜，也不催了，就挤在门口看戏。我妈先反应过来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保险公司不报的话，你们也不赔？”一提到赔偿，在场所有人都竖起耳朵，装鸵鸟的婶婶也投来热切的视线。叔叔冷哼一声：“就你家那破车，修车费都够买一辆新的了，我最多补偿1万块钱，再多免谈。”我爸妈脸色很难看，物业他们的表情更加精彩。我看到他们面面相觑，小声蛐蛐：“那还算破车啊？1万块钱买个车标都不够吧？没白来熬，没白来。”但是对峙中的爸妈和叔婶浑然不觉。我爸咬牙说：“李志远，你现在出息了，捞了不少油水，就用1万块钱打发你亲哥，赔偿多少是我们来定的。平平，告诉他至少要多钱。”我被 Q 到了，掏出手机查询了一下保时捷卡宴的公价，大概100万吧。我说完，久久没有回音。现场所有人都石化了。婶婶发出尖锐报鸣：“100万，想钱想疯了吧？”叔叔伸手扶额，摇了摇头，看向我们的眼神流露出一丝同情。我爸妈面露茫然，看看我，又看看叔婶。小堂弟虽然不懂100万是什么意思，但敏锐地察觉到局势转变，现在是他父母占领。他兴奋地跳下沙发，跑到叔叔身后，幸灾乐祸地望着我。叔叔从鼻子里嗤笑一声：“哥，我知道你家经济上有困难，但也不能坑亲兄弟啊。”我就说呢，大侄子明知道车会被炸，还天天停在那，原来是在这等我呢。婶婶语气中全是嫌弃：“志远，我早就叫你不要跟穷鬼亲戚来往，现在被坑惨了吧？”小堂弟高兴地帮腔：“破车都没有我爸的手表贵，穷鬼闭嘴！想不到叔叔一家是这么看我们的。”这些话触犯到我爸的逆鳞，他气得双腿发抖，脖子爆出青筋。我爸说，叔叔一家有钱了，但也忘本了。当初爷爷在一个化工厂上班，退休后空出一个岗位，厂里本来想聘用我爸，因为他有本科学历，但是我爸自己找到了工作，就把这个岗位让给了中专学历的叔叔。没想到叔叔很走运，接连好几个领导抱病退休，叔叔很快混上了采购部长。这是个肥差，油水很足，他能从供应商那里吃回扣，又能克扣手下人的奖金。不久，叔叔买了车，又买了学区房，可惜跟婶婶迟迟没有孩子。我们家本来也算可以，时运不济，疫情过后，我爸的单位倒闭了，他年纪大了，找不到工作，只能打短工挣钱。我刚毕业，没什么钱，买了这辆2手丰田做代步车。叔叔没少笑话过我的车掉价，我好几次真生气了，我爸都劝我要跟叔叔处好关系。他现在是部长了，我们以后有难处，说不定要找他帮忙。小县城就是这样，亲戚朋友是人脉关系网，你帮帮我，我帮帮你，抱团过日子。但我们再穷，也没想过坑他的钱。叔叔一家却严防死守，好像我们是吸血虫。没想到小堂弟放鞭炮炸车，让两家彻底撕破脸，全场只有我跟没事人似的。我又看了一眼公价，重复道：“没错啊，就是100万。”叔叔怒极反笑：“哈哈，有病不可怕，穷病才可怕。你倒是告诉我，一辆2手丰田是怎么定损100万的？”一直看戏的物业经理突然惊醒：“丰田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被烧车辆是丰田？是保时捷卡宴啊！”此话如平地惊雷，叔婶瞬间闭嘴，大家都不争执了，争先恐后的跑下楼。我的车位上赫然停着一辆烧焦的保时捷卡宴，一直高高在上的叔叔婶婶终于慌了。叔叔六神无主地问我爸：“哥，这不是你家买的停车位吗？别的车怎么能停在这？”我爸愣愣的：“这不知道啊。”他转向我：“平平，你的车停哪儿了？”我撇撇嘴：“这可不能怪我，我从没有说过我的车停在我的停车位上。
是物业查到停车位登记在我家，他们就先入为主的以为被烧的是我的车。卡宴车主闻讯赶到，他一看车子的惨状，大发雷霆：是谁炸了我的车？我饶不了他！他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，疑惑的叫我：哎，这不是让给我车位的小兄弟吗？你怎么在这？俗话说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叔叔婶婶立刻明白过来，是我搞的鬼。婶婶呼吸急促，声音颤抖的问我：你快解释怎么回事？我一拍脑袋：哎呀，我开车去商场买东西，忘把车开回来了。婶婶不信，你去买东西，东西也忘带回来了。那我嘴上说是意外，但满脸写着我故意的。我爸妈了解了事情经过，不再紧张，甚至我妈还笑出了声。卡宴车主看了监控视频和燃烧录像，铁证如山，任叔叔婶婶再怎么狡辩都没用。叔叔对我们重拳出击，对卡宴车主却变得唯唯诺诺。误会都是误会，孩子小不懂事，玩鞭炮不小心炸到了，您看保险公司可以赔吗？卡宴车主转向叔叔婶婶，视线定格在小堂弟身上。这是你家孩子，怎么教的呀？往别人车底下塞鞭炮，今天敢炸车，明天就敢杀人放火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还是小堂弟出生以来第一次被骂。他被吓呆了，抱着婶婶袖子瑟瑟发抖。婶婶护住孩子，不满地嘟囔：哎呀，孩子懂什么？他又不是故意的。哥嫂子，快帮忙劝劝呀，谁叫你们让别人停在你家车位上，害了人家。以往我爸妈讲究以和为贵，一般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但今天的争吵让他们看清叔婶的为人，冷眼旁观。我主动解释说：婶婶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会想害人呢？虽然小堂弟炸了我车7、8次，从除夕炸到今天，但叔叔要他保证过不会再犯。我相信叔叔一言九鼎，绝不会骗我，所以我让车位纯粹是出于好心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婶婶急着来堵我的嘴：哪有7、8次，就只有几次而已。您别信这死孩子说话，我家大宝原本要炸他哥哥的车，没想炸您的。卡宴车主双目圆睁：好家伙，还是惯犯啊！行了，今天都别想走，我不光要叫保险公司，我还要报警，小孩判不了刑。你俩父母放任孩子，我要告你们故意损害他人财产罪！不！叔叔和婶婶化身扩音喇叭，一高一低演奏起来。您千万别报警，我肯定好好教孩子。大宝，快来给叔叔道歉！叔叔和婶婶谄媚的笑着，不断弯腰道歉。婶婶拉着小堂弟的手，催促他给卡宴车主道歉。小堂弟满脸涨红，突然一把甩开婶婶的手，他像个小炮弹一样冲向卡宴车主，狠狠撞向他的侧腰，双手猛地一推，把卡宴车主推了一个踉跄。小堂弟高声尖叫：你冤枉我打死你！我妈说了，不是我干的，冤枉我的人都要打死！他滋滋怪叫，使劲踹卡宴车主的腿。婶婶大惊失色，忙不迭抱起小堂弟。卡宴车主刚进小区时风度翩翩的样子荡然无存，不仅西装裤上全是鞋印，头发凌乱，脸色也因震惊而惨白。他退后几步，愤怒地拨打电话。眼看没有回旋的余地，婶婶下嘴唇直哆嗦，训斥小堂弟：大宝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妈妈是怎么教你的？小堂弟挺直腰板：妈妈说冤枉我的人都要打死，他冤枉我，他是坏蛋，我要打死他。婶婶袒护小堂弟的行为终于自食苦果。我不禁冷笑一声，全程吃瓜的物业等人也忍俊不禁。小堂弟作妖的时候气人，现在这把双刃剑反伤到他爸妈，实在是大快人心。叔叔平时好面子，现在骚得脸红到脖子根。婶婶不顾一家成为笑柄，搂着小堂弟教他：不可以打人，现在是你做错了，快向叔叔道歉。你说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求叔叔原谅我。小堂弟呆住了，冷冷地看着婶婶，然后他挣脱婶婶的怀抱，弯腰脱下一只鞋，用力把鞋甩到婶婶脸上：你也冤枉我，你也是坏蛋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婶婶被打得眼冒金星，一时没站稳，跪在地上。小堂弟脱下另一只鞋，按住婶婶的头，一下一下猛砸他的太阳穴，场面瞬间失控，大家赶紧去拉走小堂弟。小堂弟手中的鞋被抽走，叔叔一个大耳刮子扇在他脸上，小堂弟像风中落叶一样摔倒在地。熊孩子，反了天了，敢打你妈！叔叔怒发冲冠，挡在婶婶身前，揪着小堂弟的头发把他提起来，用雄壮的大手左一下右一下扇小堂弟巴掌。他下手毫不留情，几下就把小堂弟脸打肿了。小堂弟又叫又闹，但是被叔叔抓住，哪也跑不了。他大哭时被扇巴掌，牙床遭到大力击打，张嘴吐出好几颗乳牙，满嘴是血。婶婶捂着太阳穴站起来，他看小堂弟被打心疼，又有气，转过脸去不说话。叔叔把满腔怒火发泄在小堂弟身上，吼道：让你打你妈，让你炸车，不认识的车还敢乱炸，不认识车还不认识车牌吗？我他妈打死你个蠢货！叔叔只打到手妈了，把小堂弟丢在一边。小堂弟哭得嗓子都哑了，但是无人在意。
还是卡宴车主大喊一声，制止了这场闹剧。保险公司和警察马上就到，我就等保险公司判明是人为还是意外，该赔偿赔偿，该抓人抓人。我妈不懂车险，问我人为还是意外对赔偿有什么影响。我解释说，如果保险公司判定为意外事故，由保险公司全额赔付；如果判定是人为，保险赔的金额会非常少，需要车主跟肇事者协商赔偿，严重的可能要起诉。我妈哦了一声，现在有监控，你也能作证，车子经常被炸，应该会判定成人为吧。我刚想点头，却看见叔叔耳朵动了动，转身朝我走来。他拉过我们一家，拱了拱手，扯出个笑容：哥，嫂子，咱们大家商量一下，咱们两家多亲呢，现在牵扯到外人，咱们应该一致对外，是不是？叔叔灰头土脸，手掌还有打儿子剑上的血。坦白说，我看他不爽很久了，好几次想跟他动手，但今天出的事故太严重，我内心有点露怯。毕竟是我先把车位让给卡宴车主，留了个陷阱，要是把叔叔婶婶逼急了，抓着这一点不放，弄不好会连累我。看他们一家现在的精神状态，做出什么都有可能。我斟酌着如何开口，反倒是我爸接任了阴阳怪气的角色。我爸，谁跟你是咱们啊？跟我们这种穷鬼亲戚走得近，以后会被坑惨的。叔叔脸色由红转白，强装镇定。哎呀，我老婆随口一说，我真没有那个意思。现在情况特殊，大侄子你就给我个面子，说你弟弟是不小心的，这样保险公司全额赔付，咱们都皆大欢喜。不然我们赔不起，还是得找你家借钱，划不来是不是？我妈翻了个白眼，你尽管来借，又没说要借给你。我爸妈夫唱妇随，生生把叔叔的话堵在喉咙里。我肃然起敬，狗急跳墙，兔子急了也咬人。我没想到我爸妈攻击力这么高。叔叔尴尬地站在原地，婶婶来到他身旁。婶婶看着比叔叔更狼狈，她的妆全花了，精心梳理的盘发散落下来。她一改强势的作风，嗔怪叔叔：你也真是求人办事也不给点表示，光口头说说，人家当然不买账了。他掏出手机，打开手机银行。我瞥了一眼小堂弟，他受惊过度，趴在地上呕吐，把中午吃的饭菜全吐了。往常他一哭，所有人都围着他转，哄他安慰他，所以他只会通过哭来引起大人的注意。没人理他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知他会不会觉得比起他，父母更在意钱。婶婶一边查询余额，一边对我说：大侄子，刚才婶婶说话有些难听，婶婶跟你们一家道歉。我的活期余额还有10万块钱，我都转给你，拿着钱买辆好车，帮你弟弟说说话，就帮我们这一次吧，求求你了。我懂了，这是看卡宴车主不好说话，往我身上使劲呢。我看了一眼银行卡余额，笑了。婶婶，你算账也太不仔细了，这才5万块钱，我那破车落地价都不止5万呢。婶婶吃惊，转头怒视叔叔。叔叔缩着脖子嘟囔说：昨天跟赵局长他们出去应酬，喝了点儿，婶婶一直嘲笑我们家穷，现在却拿不出钱来，有些下不来台。他当机立断，扭着叔叔胳膊摘下他的大金表，不够的用这块表来凑，这表很保值的。叔叔没敢反抗，小声嘀咕：这表我还没还完分期呢。他硬要塞给我们这些财物，我爸严词拒绝。别说了，说啥都没用，我们就实事求是，让保险公司判定怎么赔付，等着走程序吧。叔叔一听急眼了，拉着我爸，自己双膝悬空，眼看就要跪下来。我爸拉住他，叔叔闷声闷气的求我爸：哥，你是我亲哥，你摸着良心说，我以前求过你吗？我就求你帮我这一次，你心肠怎么这么硬呢？你以前求我的时候，我可是全都答应了。我爸深吸一口气，看向叔叔的眼神里涌出复杂的情绪。叔叔不知道，我爸已经帮过他无数次了。叔叔当上采购部长的这几年，他一边吃供应商的回扣，一边克扣工人的奖金，捞了很多油水。揭发他的举报信如春笋般冒头，厂里的高层领导很多是当年爷爷同事的子孙。因为我爸从小品学兼优，爷爷喜欢带着我爸跟同事走动，我爸跟他们有些交情。他们联系我爸说了叔叔的情况，我爸四处送礼，求人帮忙压下举报信。适逢我爸刚失业，家里本来也不宽裕，我爸就变卖他一辈子收藏的字画，送礼求人，保住叔叔的岗位。为这事，我家爆发过无数次争吵。我妈常常质问我爸，到底是你兄弟重要，还是这个家重要？我爸低着头，仿佛自知理亏，只是一遍遍地重复：我是他亲哥，我不帮他，谁帮他啊？我一直很讨厌叔叔，因为我清楚地记得，我爸唯一一次求他，他是如何把我爸的尊严按在地上摩擦。我研究生毕业，就业形势不好，我爸带着礼品上门，求叔叔安排我进厂。叔叔坐在办公桌后面，为难地说：厂里确实在招聘，但是名额有限。不是我不想帮，只是大侄子的履历不太好看呀。他的硕士学校只是一个普通211，不是啥好学校，
达不到我们的录用标准。我爸不敢置信。志远，当年你只有中专学历，我都把你弄进来了。叔叔叹气说，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。我实话说了，现在大学生研究生不值钱，一抓一大把。别看我们厂子不出名，别人可是挤破头想进来呢。大侄子一没学历优势，二没工作经验，我凭什么要他不要别人？我爸听出叔叔话里的意思，咬牙说，你直说吧，要给多少才能帮这个忙？叔叔哈哈一笑，哥，你还是这么直肠子。我听说你家在市区新买一套房子，那片最近升值很快啊，有空带我去参观参观。我爸瞪圆了眼睛，那是给我准备的婚房，我爸妈小半辈子的积蓄都付了房子首付。回家后，我爸沉默了很久，又要去买好酒找叔叔。我看不过去，爸，我能自己找到工作，咱不求他了。我爸，没事，你叔叔开玩笑呢，他不会真要咱家房子的。爸再去求他，给你安排个轻松点的工作。我憋着一口恶气，连夜投简历跑面试，最后在离家100公里的城市找到了工作。买这辆二手丰田，也是为了在爸妈有需求时及时赶到他们身边。这么多年的隐忍和退让，如果叔叔能摸着良心，今天就不会说出这种话。我心念电转，想到了办法。我推开婶婶递过来的大金表，笑嘻嘻地说，叔叔婶婶，这么见外做什么？亲戚的忙都不帮，我们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。我去找卡宴车主商量商量，这块表我不要，钱我收下了，就当是被小堂弟炸车的修理费。婶婶眼中闪烁，连连感谢我。我妈很不情愿，刚要阻止我，我爸轻轻拍了拍我的肩，没事，我相信平平的判断，你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吧，天塌下来有你爸顶着。我走向卡宴车主，礼貌开口，先生贵姓？卡宴车主没好气的答，我姓张。我简短表示了对他遭此横祸的关怀，对叔叔婶婶一家发出谴责，然后步入正题。张老师，你买的车损险关于爆炸责任是怎么划分的？我之前查过，鞭炮引发车辆燃烧，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全额赔付，只需要准备3点。第一是车辆燃烧视频，物业拍的已经很细节了。第二是火灾事故证明，我们有小区监控，可以证明肇事经过。第三是110出警记录，正好你也报了警，请民警同志在出警记录里写明事故原因。用这些材料要求保险公司赔款，然后保险公司去代为追偿，由机构起诉肇事者追回欠款，这样省时省力。大过年的，谁也不想惹上官司嘛。如果保险公司不愿意，你就说会打电话向银保监投诉，他们就不敢糊弄了。卡宴车主认真听完，跟我一起查了车损险的明细。幸好他买的车损险是顶格的，可以按照我说的办法处理。我也是留了个心眼，之前小堂弟炸我车，我就考虑过最坏的情况了。卡宴车主心里有数，对我的态度缓和了。小兄弟，我看你是个明白人，有这种亲戚，你也是不容易。我用力点了点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卡宴车主继续说，保险公司肯定不想全额赔，本来我不会计较这些钱，但那个小孩实在太讨厌了，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你配合我一下，待会儿业务员来了帮我好好讲，能多赔一点是一点。我义不容辞。好嘞，张老师，包在我身上，记得定损时要求用原厂配件，赔得更多。警车很快赶到，了解清楚事情经过，提供了出警记录。保险公司姗姗来迟，业务员一开始想推脱，我跟卡宴车主摆事实讲道理，业务员终于屈服，赔款谈妥。卡宴车主高高兴兴地打车走了，叔叔婶婶也很高兴，以为这事儿过去了，殊不知这才是他们噩梦的开始。保险公司很快起诉他们，强制催缴欠款，这回他们求谁都不好使。仔细想来，叔叔婶婶其实有很多次避开这种结局的机会，但他们精准回避，不断往坑里跳。其中小堂弟功不可没，成功让自己父母从富翁变成富翁。就在我以为这是我们两家故事的终结时，叔叔竟拿着欠款通知单找上门来。李志高，你的好大儿可把我害惨了，还说自己不是没良心的亲戚。我看你们一家都是狼心狗肺。当时我正在屋里打游戏，我妈在刷短视频，我们急急地跑到门口，只见我爸穿着粉色围裙，拿着锅铲，冷冷地与叔叔对峙。所以呢，叔叔把通知单甩到我爸围裙上，你还有脸问？你儿子当初是怎么答应我们的？一转头就帮外人欺负我们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至少给我50万，不然我就去你儿子单位闹，说他是老赖之子，看哪个单位敢要他。我妈吓得发抖，我握住他的手，发现他双手冰凉。叔叔这人贼精，知道打蛇打7寸，下人戳软肋，而我就是爸妈的软肋。我爸老实温吞了一辈子，今天却没有退缩。他放下锅铲，气定神闲地说：“你等着。”他推开叔叔下楼，很快回来，怀里抱着一瓶老窖酒。我爸捧着酒，眼神充满怀念。
这是咱爸去世前留给我的。他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看到我们兄弟两个成家立业，家庭圆满。他临终前留给我这瓶酒，说等我们俩都有了孩子，两家聚在一起开酒庆祝。你家大宝生的晚，我一直在等那天。可是大宝出生后，我却死活找不到这瓶酒。刚才我去地下室，竟然一眼就看到这瓶酒了。他喃喃道：可能咱爸也觉得到时候了。说完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酒摔了个稀巴烂，酒水溅了他一身。他冷酷的完全不像我认识的父亲。兄弟情谊有如此久，从今往后恩断义绝。李志远，你尽管去闹，我们从此是陌生人，我绝不会再纵容你。叔叔失了神，眼中流露出一丝惊恐。哥，但很快被嘲讽取代。哈哈，你算哪根葱啊？这世上我最恨的人就是你。你以为什么东西都是你让给我的，所以我就该对你心怀亏欠？根本不是，那些本来就该是我的。你今天跟我绝交，有的是你后悔的日子。叔叔眼中喷火，噔噔噔跑下楼梯。他来之前，爸爸已经沉默寡言好几天了。今天动怒太耗精力，我爸一下子虚脱坐在椅子上。我才明白，他一直在思考我妈问过的问题：到底是你兄弟重要，还是这个家重要？他做出了选择，做这个选择却艰难的超出我的预料。我也是第一次意识到，我爸对叔叔忍让，不仅仅是因为老实，还是出于一种感情。怎么说呢？我是独生子，我无法理解那种感情。叔叔骂得很凶，却没有真的去我单位上闹，因为他已经自身难保了。无数的举报信爆出来，叔叔成为众矢之的。他被厂里解雇，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。为了偿还保险公司的欠款，他们把车卖了，学区房也卖了。小堂弟正在小学入学的年纪，没有学区房，他就没有上市重点小学的资格，只能上了个口碑一般的民办小学。意外的是，化工厂聘请我爸去任职采购部长。我爸管理经验丰富，人品也是公认的。他上任后废除了叔叔留下的规矩，斗志昂扬，说55岁正是奋斗的年纪。叔叔一家搬到爷爷在村里的老房子里了，他们再也没来我家拜过年。我偶尔会碰到小堂弟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畏畏缩缩，眼神躲闪，不敢跟人说话。后来听说心理出了问题，考不上高中，只能去读中专。我爸曾提出要帮我在厂里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，被我拒绝了。我决心在大城市另起炉灶，因为我亲眼看到父辈既希望于人情，又被人情拖累。小县城不是我的退路，而是我的绝路。自己的路只能自己闯出来，求任何人都没用。